机器是20-30天以前的了。哦哟，好老，这些零件都生旧了。你看这个机器看修得起不？修得起我送的。今天送了，那我就开修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果儿。刚刚那个老人家说这个拖拉机已经好几十年了，他让我修，如果修好的话就送给我了。看这方向盘如此包浆，看这座椅太硌屁股了。这油门蹦它又蹦，轮胎应该没气好几年了吧？看这里面内胆都已经露出来了。看这粗糙的外壳，这个漆抹了一遍又一遍，关键还是几年前就已经摇不燃了，走不动了。这期的视频比较重量级，我就不搬回去了，我就在这里拆，开干。看这个钢铁都是焊过的，这么厚的疤。哇，这个机油都包浆了。什么叫包浆？这才是真正的包浆，里面还有水。你们看，这里面都已经干了。看这个机器，1980年的，12马力。这个机器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清洗，然后找出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开干。看这么厚的油。
们看这上面的机油，看，看这些机油。你们看，这刹车片都已经不回弹了。这个刹车片换成这样了，需要重新换一副。还有这个弹簧不在了，都已经不回弹了，还刹什么车呀？有油布的配件我已经清洗干净，接下来我就开始除锈。油布我都已经清洗干净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喷砂除锈了。这个机器的锈已经除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些我已经发现的问题。这个刹车总成上面的这些螺丝需要给它处理掉，还有就是这个油封已经烂了，需要换。就是之前我拆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有一边刹车那里面全部是油。看这些4个油封，我把它2个都全部给换了。这个原本的方向盘它已经烂了，这些胶已经坏了，是不能修复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。看这个刹车片已经烂成这样了，就是因为油封坏了，我又买了新的，还在路上，还没到呢。还有这个机油表是坏的，我买了新的，在路上还没到呢。这个前轮的锥形轴承也坏了，它好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也买了新的来换。这个油箱支架也断了，这个需要用生铁焊条给它焊上。这个方向盘的轴头原本是有一个胶套固定的，但是我这里没有胶套，所以我就把之前那个烂的锥形轴承给它放在里面。诶，还刚刚好。你们看是不是刚刚好吗？稍微给它焊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排气口已经裂了这么大的一个口，需要给它处理一下。还有就是这个保险杠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以我的能力来说，我没办法给它掰正了，所以我只能重新给它焊一个。这个是拖拉机的面罩，看它的耳朵不一样，我要把它换成一样的。还有就是它这个脸颊，这个已经抖松了，这个需要给它焊一下。你们看这个挡泥板已经锈成这样了，我需要给它处理一下。还有之前那个坏的前轮，我又买了新的换，内挡和外挡我都买了新的。你们看这个原本的座椅它太硬了，而且是烂的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更舒服的这个海绵座椅，它是具有减震的。这个回味器的弹簧也断了，我要给它弄一个。这个拖拉机上面的螺丝已经坏了差不多了，看我买了这么多新的，全部给它换了。这个拖拉机的问题大概就这么多，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一的处理它们。我看了一下，这里面的这一个是好的，我就每个都换一个就好了。
这是新的轴承，给它换上去。这个齿轮需要对齿，看这里有个标记的。先把车挂空挡，拉下油门，
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这个机械终于弄好了，刚刚我试了一下，动力还不错。我是第一次弄这个机器，从拆到修差不多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然后过程中还请教了不同的师傅，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个人觉得这段时间我是值得的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